每日更新最新短剧，感谢订阅。这个从豪车走下来的是个女人，也是个能让你恶心一整天的霸道总裁。她每天上班从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却自带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气场。My breakfast here, my eggs here. Where up the Polaroids from the lingerie shoot? Where's that piece of paper I had in my hand yesterday morning? Pick up my shoes from Blahnik and then go get Patricia. Get me that little table that I like at that store or that.Get us a reservation for dinner tonight at that place. Get me a good review. Thank you notes delivered today. Both of them. Where is everyone? Why is no one? 每当他在公司楼下出现时，人们都会主动避开。如果他要坐电梯，若是恰巧有职员先他一步进入，那么这个职员会毫不犹豫地退出来等待下一班。若是他提早到达公司，那么整个办公室都会瞬间陷入一片混乱。会议室的职员会疯狂地整理桌面，吃早餐的职员会慌忙地将食物丢进垃圾桶，穿着拖鞋的职员则会匆忙地换上高跟鞋，连平日里不拘小节的职员也会急忙整理仪容，生怕在他面前失了分寸。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让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总裁，却有着无数的女孩梦寐以求的想要为他工作。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川普拉达的女王》，而她就是那个令人畏惧却又令人向往的女王。然而这个故事的主角并不是她，而是这位长得不怎么样的女孩。她是一个从名校怀揣着记者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她曾向多家报社投递简历，但都石沉大海，只有这家顶级时尚杂志给了她面试的机会。然而她并不知道这个机会的背后，是因为米兰达的秘书位置空缺的太频繁了。这天米兰达决定给她一个3分钟的面试。安迪站在她的面前自信地介绍着自己，他告诉米兰达自己毕业于名校，梦想成为一名记者。但米兰达问他是否看过他们公司的杂志，是否听说过他的名字时，安迪都诚实地摇了摇头说没有。米兰达似乎对他并不满意，于是挥手示意他离开。 Yeah, okay. You're right. I don't fit in here. I am not skinny or... 安迪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录用，但还是决定庆祝一下。得知消息的朋友提醒他，这个老板是个难缠的角色，然而安迪却并没有太在意。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他匆匆赶到公司时，职员们早就开始各自忙碌起来了。就连平日里忙碌的难寻踪影的米兰达，也准时出现在了办公室。艾米丽先是对他进行了几句严厉的警告，因此2个秘书中必须有一人始终在岗位上待命。当其中一个离开岗位时，另一个必须坚守在电话旁，哪怕是短暂的上厕所，也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Meeting. Can I please take a message? Uh-huh. Okay. Can you please spell Gabbana? Hello? Guess not. 安迪终于等来了与米兰达交谈的机会，但这次对话让他对这位被戏称为女魔头的上司有了更深的认识。 Everybody calls me Andy. 而且言语间满是傲慢，还毫不留情地给他分派了4个要打的电话，根本不管他电话里的人是谁，然后再死死地盯着他。他原本怀揣着成为记者的梦想，却在这个时尚圈里倍感挫败。时尚对他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领域，同事们对他的外貌和身材冷嘲热讽。 What exactly is she wearing? Her grandmother's skirt. 就连在食堂用餐也会成为他们指指点点的对象。一旦米兰达找他，他连饭都来不及吃完就得匆匆赶去。在一次会议上，安迪看到选品同事拿出的2条几乎相同的皮带时，结果安迪却笑了，这让米兰达有点恼火。 Something funny? 他尴尬地解释自己觉得这2条皮带没什么区别，而米兰达则开始了他的教导。他谈起了天蓝色如何在时尚界兴起又衰败，如何从精英阶层渗透到平民阶层，最终变成了大卖场里的打折货。比如安迪身上那件蓝色毛衣。 And then Cerulean quickly showed up in the collections of 8 different designers. And then it filtered down through the department stores and then trickled on down into some tragic casual corner where you no doubt fished it out of some clearance bin. However, that blue represents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countless jobs. And it's sort of comical how you think that you've made a choice that exempts you from the fashion industry when in fact you're wearing a sweater that was selected for you by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from a pile of stuff. 这番话触动了安迪，他开始将这份工作视为与米兰达之间的一场战斗，是要证明自己。 I just have to stick it out for a year. 1 year. And then I can do what I came here to do. But I can't let Miranda get to me. I won't. Easy there, Tiger. 从那天起，安迪在纽约的街头巷尾奔波，完成着米兰达的各项指令，从帮他买早餐、帮他修车、帮他取快递，甚至帮他遛狗。他从一个主编秘书变成了杂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安迪决定先改变自己。于是他让光头小哥帮助他改变。Jimmy Choo. Noble Blahnik. Wow. Nancy Gonzalez. Love that. Okay, Narciso Rodriguez. This we love. It might fit. It might. Okay, now Chanel. You're in desperate need of Chanel.
这一袭亮丽的服装让艾米丽和同事们都刮目相看。此后，安迪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并在时尚界越来越得心应手。米兰达也开始认可他，第一次称呼他的名字，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将杂志样本书送到他的家中。要知道，米兰达的家向来只有艾米丽才有资格踏入，他极度注重隐私，不会轻易让不信任的人进入。但安迪却获得了这份殊荣，他为此感到无比兴奋。然而当晚在米兰达家等待时，他不小心闯入了米兰达的卧室，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米兰达的2个女儿的恶作剧。他亲眼看到了米兰达和丈夫在吵架，这对于一个专横跋扈的上司而言，无疑是个大忌。虽然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次日他也没有接受安迪的道歉，反而为他布置了一项近乎天方夜谭的任务，找到一本哈利波特还未面世的手稿。这显然是故意刁难，就是要让安迪完成不了，好以此为借口将他解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安迪的职业本能驱使他迅速行动起来。他动用了所有在出版社的人脉，但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都是拒绝。正当他陷入绝望时，一个他曾经结识的作家却传来了喜讯，他找到了手稿。安迪准时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安迪还提前准备了复印件，并分别送给了米兰达那对双胞胎女儿。他的出色表现令米兰达也无话可说。米兰达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聪明的女孩，这一刻米兰达也终于意识到这个女孩能给她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于是决定带安迪前往巴黎参加时装周，而不再带艾米丽。 Wait, you want me to... No. Miranda, Emily would die. Her whole life is about Paris. She hasn't eaten in weeks. I can't do that, Miranda. I can't. If you don't go, I'll assume you're not serious about your future at Runway or any other publication. 这是艾米丽梦寐以求的机会，尽管艾米丽为了这个梦想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知识储备再到体型管理，甚至不惜断食以求苗条，但在米兰达眼中这些都变得微不足道。这晚安迪走在纽约的街头，看着身边的繁华与精致，他突然意识到米兰达那种魔鬼般的价值观是何等残酷。如果你通过服从他来获得认可，那么你也将不可避免地变得和他一样，挥舞着同样的权利去伤害别人。许多所谓的成功人士，在经历过狼性竞争的残酷后，最终也成为了其拥护者，用曾经让自己痛苦的方式去攻击后来者。安迪走在纽约的繁华街头，周围的一切看似触手可及，却又遥不可及。安迪终于来到了巴黎时装周，那里是众多女人心中的圣地，灯火辉煌的街头，金碧辉煌的秀场，还有业界的大咖们，一切都显得那么五彩斑斓。然而在这繁华与名利交织的舞台下，安迪竟意外地窥见了米兰达的另一面。那晚米兰达褪去华丽的妆容，而是身着一身灰色浴袍，眼中闪烁着泪光。她的声音虽带哽咽，却异常冷静。她请求安迪替换她丈夫在宴会上的位置，原因是丈夫提出了离婚，这将对她的名声造成打击。她要把问题影响降到最小。她说不用猜都知道那些媒体会写什么，女权至上的霸道女人，工作第一的冰山女王。又一位皮斯里先生被扫地出门，但她依旧坚强地收起了真实的情感，再次披上了那层坚硬的盔甲。安迪想要上前安慰，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尽管米兰达早已接受这一切，但接受并不代表快乐。安迪回想起朋友的一句话，当你有一天你的生活分崩离析了，那就是你升职的时候了。可我们到底是为了工作去生活，还是为了生活去工作？就在这天，米兰达向安迪伸出橄榄枝。I see a great deal of myself in you. You can see beyond what people want and what they need, and you can choose for yourself. 但安迪却对这一切产生质疑。他告诉米兰达：“我不能像你那样对待艾米丽。” You already did. No, that was different. I didn't have a choice. Oh no, you chose. You chose to get ahead. You want this life? Those choices are necessary. But what if this isn't what I want? I mean, what if I don't want to live the way you live? Oh, don't be ridiculous, Andrea. Everybody wants this. Everybody wants to be us. 经过深思熟虑后，安迪决定放弃这看似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选择从头开始。回国后，他辞去了杂志的工作。后来，安迪去了一家报社面试，以朴素的着装和真诚的话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出乎意料的是，面试官提到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米兰达的推荐信。Pretty girl, next thing you know, I got a fax from Miranda Priestley herself, saying that of all the assistants she's ever had, you were by far her biggest disappointment. And if I don't hire you, I am an idiot.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没想到米兰达最终还是为他送上了祝福。尽管安迪不再认同米兰达的理念，但他却尊重了安迪的理念。或许米兰达也有所改变，或许依旧如初。
go. 不愿放弃